容克87轰炸机，德语代号斯图卡。它凭借精准的轰炸和死神般的尖叫，成为了2战期间盟军士兵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而有这样一名普通的飞行员，就曾驾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，累计摧毁2000多个作战目标，其中摧毁的坦克数量更是足以组建5个完整的装甲旅。除此之外，在6年期间，他共计出击2530次，平均每天出动1次以上，没有任何休假与休息。凭借着高能的作战效率和全勤的出击次数，他一举成为了东线战场天空中最恐怖的存在。而他就是本期少将频道人物志的主角，脚不沾地的陆战英豪，东线之鹰汉斯·鲁德尔。1916年7月2日，鲁德尔出生在西里西亚康雷德斯瓦尔道的一个牧师家庭里。他的父亲约翰内斯·鲁德尔是当地路德教派的牧师。由于父亲身份的原因，鲁德尔的童年都是在当地的不同堂区中度过的，所以他从小便有着很强的宗教和纪律观念。虽然他长大后与宗教信仰再无瓜葛，但童年时期这种服从、奋斗和牺牲的观念却贯穿了他的一生。1922年到1936年间，鲁德尔在当地完成了所有的基础教育。他学习成绩极差，可以说是十足的学渣，但他的运动神经却很发达，对各种运动都十分热爱且擅长。在希特勒上台后，德国开始大规模重整军备，并在1935年成立空军。当时的德国年轻人普遍受到了第三帝国的宣传熏陶，被鼓励投身于军旅，为民族复兴而战。而对学习不感兴趣的鲁德尔更是不例外。于是在1936年12月4日，鲁德尔以军校生的身份志愿加入了德国空军，但他在飞行学校的成绩只能用一般来形容，因此鲁德尔根本不敢奢求加入战斗机连队，于是就想着尝试一下最新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。可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，周围人的成功更让鲁德尔揪心。当他得知同届同学大部分人都加入了战斗机连队时，鲁德尔仿佛五雷轰顶，天都要塌了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还有更大的挫折在等着他。2年后的1938年，鲁德尔以候补军官的身份前往第168俯冲轰炸机连队第1大队训练。尽管鲁德尔本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，体魄强健，浑身腱子肉，但他似乎对飞行真的不敏感。在起飞和降落时，他控制不稳，同时空中机动也不够流畅。飞行教官对他的评价为反应迟钝、机动不良，连最基本的任务都难以胜任，建议分配至非战斗单位。因此在1939年1月，鲁德尔被认为不能够胜任俯冲轰炸机的任务，而被上级分配到了第121侦察大队。鲁德尔就这样以侦察机飞行员的身份度过了整个波兰战役，同时他也没资格参加不列颠空战。当然他也并非一事无成，他的空中侦察任务完成的还算出色。在1939年11月9日，他获得了2级铁十字勋章。但尽管如此，鲁德尔仍十分不甘，他依旧请求调往俯冲轰炸机连队。终于在鲁德尔的软磨硬泡下，1941年初，他被调往俯冲轰炸机的补充中队进行进阶训练。好在这次鲁德尔终于争了一口气，他在补充中队的成绩名列前茅，投弹误差不超过10米，射击命中率也高达90%。他在回忆录里写道：“我终于在这里掌握了斯图卡的操作，我觉得我现在有资格上前线了。”在通过考核后，鲁德尔被分配到了大名鼎鼎的第2俯冲轰炸机英麦曼第1大队。可原本以为可以参战的鲁德尔又被泼了一盆冷水。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此前驾驶不良的评价让连队长依旧不待见他，因此直到克里特岛战役结束，鲁德尔也没能参加实战，只能执行将受损飞机开回后方维修厂的任务。终于在1941年6月，他在收音机里得知了入侵苏联的消息，于是他火速赶回前线。而由于人手短缺，鲁德尔也终于在6月23日迎来了他自己作为俯冲轰炸机的首次作战。他的任务是为进攻斯摩棱斯克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。在这一天，鲁德尔就出击了4次。之后他又担任了技术军官，并获得了1级铁十字勋章和金质对地支援前线飞行章。同年8月，鲁德尔又被派遣轰炸苏军波罗的海舰队，也是在这里他获得了生涯中的第1个战果。首次出击，鲁德尔就将一枚500公斤的炸弹扔在了马拉号战列舰上。可惜的是，这只是一枚普通炸弹，无法击穿甲板，只对其造成了轻微的伤害。
而1个月后，鲁德尔再次对马拉号投下炸弹，只不过这次他的斯图卡挂载了1000公斤的穿甲炸弹，炸弹命中了马拉号的弹药库，并把它炸成了2截。鲁德尔的后座机枪手兴奋地喊道：“我们打中他了，你一定命中了他的弹药库，他爆炸了。”但接下来德军对于莫斯科的进攻却十分迟缓，恶劣的天气也使鲁德尔很少有机会升空作战。但断断续续的，在12月24日圣诞前夜，鲁德尔也完成了他的第400次飞行任务。同时，在这半年时间里，鲁德尔也成功地证明了自己。他重创了马拉号和10月革命号2艘战列舰，击沉和重装各1艘巡洋舰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破坏了15座桥梁、23个炮兵阵地、4辆装甲列车和17辆坦克。由于他出色的表现，空军大将里希特霍芬亲自飞至前线，授予鲁德尔骑士铁十字勋章。在这之后，鲁德尔获得了一段时间的休假，尽管他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，但还是抽空回家与妻子完婚。休假结束后，鲁德尔担任了补充中队的队长，培养并训练新人飞行员。但远离前线的日子让鲁德尔抓耳挠腮，他始终无法适应安逸的生活。终于在1942年8月，鲁德尔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战场。在此期间，他带领第9中队和补充中队对苏联在图阿普谢港的舰队狂轰滥炸，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第500次出击。可好景不长，11月他就因为患上了肝炎而住院治疗。当医生说他需要返回德国时，鲁德尔赶忙逃出了医院，返回了连队。同时，他也正式被任命为英麦曼第1中队的队长，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。而鲁德尔依旧保持了狂热的出击频率，他几乎是住在了自己的飞机上。除了加油换弹时，鲁德尔会偶尔走出飞机活动筋骨，除此之外，有时就连睡觉都在飞机座舱里进行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，他每天最少出击6次，11月25日一天甚至就出击了17次，这也是他单日出击次数最高的一次。随之而来，无数的苏军车辆和人员都命丧鲁德尔的投弹与枪口之下。可天空中的胜利却无法挽回地面的颓势。在苏军寸土不让的巷战和人海战术的攻势下，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终究还是被苏军包围和全歼。鲁德尔在回忆录里写道：“苏联人如潮水一般涌上来，尽管我们在他们头顶不停地轰炸扫射，没有地面配合，也终究是徒劳。”随着苏军的反攻，鲁德尔也随部队后撤，整个连队都进入了休整期。但鲁德尔似乎进入了狂热的战斗状态，在没有任务的这段时间里，他经常单机出发猎杀苏军游走的车辆，同时他也干回了他的老本行，对部分地区进行飞行侦察。而这种砸人饭碗的行为，甚至也引起了侦察大队的强烈不满。直到1943年2月10日，鲁德尔完成了自己的第1000次任务。在这之后，他又获得了14天的探亲假，但他依旧不想返回后方。可后来他才得知，是有一种新的反坦克斯图卡在等待着他。斯图卡 G 型在2翼下方各加装了一门37毫米口径的航炮，大大提升了反坦克能力。而鲁德尔似乎也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专武，在国内参与了一系列的测试后，1943年4月1日，鲁德尔在掩护库班桥头堡的任务中，就驾驶大炮鸟一举摧毁了70艘登陆艇。他的很多攻击也被照相枪记录了下来，登上了新闻和杂志。而鲁德尔在此时也已经成为了明星人物。在4月14日，希特勒在总理府亲自为他颁发了相叶骑士铁十字勋章。而真正让鲁德尔大显身手的，无疑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坦克会战的库尔斯克战役。1943年7月5日，会战第1天，鲁德尔首次出击便击毁了4辆特34坦克。在这天结束时，鲁德尔已经击毁了12辆坦克，同时他也为连队总结了攻击苏军坦克的要领。特34后方安装着引擎和冷却系统，装甲非常的薄弱，因此从后方发起攻击是非常致命的。同时，这样的飞行方向也可以使受伤的飞机安全飞回友军阵地。到1943年11月，鲁德尔摧毁了他的第100辆坦克，同时他的出击次数也来到了1600次，是第1位达到此纪录的飞行员。由于他的杰出表现，希特勒又在狼穴亲自为他颁发了相叶佩剑骑士铁十字勋章。可尽管鲁德尔的个人战绩十分的亮眼，但到了1944年，德军基本上已经开始陷入防守态势，而鲁德尔的大队也被铺天盖地袭来的支援请求搞得焦头烂额。因为对于防守的德军而言，
鲁德尔的对地支援往往能使防守变得易如反掌。但鲁德尔依旧保持着乐此不疲的态度，每天都保持着高效的出击频率，而他的出击次数也很快的来到了1700次。然而在3月20日的一次任务中，鲁德尔却差点没能回来。那已经是当天鲁德尔的第8次出击，他的分队遭遇了苏军拉5战斗机的拦截，有一架斯图卡被击伤，迫降在了敌占区，但机组成员却安然无恙。出于对自己飞行技术的自信，鲁德尔决定降落救走战友。降落非常的顺利，可飞机却陷入泥泞的地面中，无法起飞。无奈，鲁德尔只能带领战友躲避苏军的搜捕，穿越敌占区后返回德军战线。他们甚至在冰冷的德涅斯特河里游了600米，他的后座机枪手亨舍尔不幸被淹死。好在鲁德尔体能出众，最终带伤返回了部队。仅仅5天后，他就完成了1800次的任务。隔天，他又在1天时间内摧毁了17辆坦克，他的生涯坦克击毁数也突破了200辆，而他的勋章也升级为钻石相叶配件骑士铁十字勋章。但战争的颓势是不可阻挡的，制空权的逐渐丧失与苏军日益强大的防空炮火，使鲁德尔的作战变得愈加艰难。终于在1944年10月，鲁德尔的座机被击中，他的腿部也严重受伤，不得不在医院休养。但很快他便出院重返战场，带着打着石膏的腿，继续为苏军送去一颗又一颗致命的炮弹。到12月22日，他完成了第2400次的任务，并累计摧毁463辆坦克。鲁德尔的功绩此时已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他获颁钻石金相叶配宝剑骑士铁十字勋章。授勋仪式在英朝举办，依旧由希特勒亲自颁奖。鲁德尔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此奖章的获得者，甚至可以说这枚奖章就是为鲁德尔一个人定制的。直到1945年，鲁德尔依旧一辆又一辆地击毁了苏军的坦克。2月8日，他又在1天内击毁13辆坦克。可不幸的是，他被一枚40毫米的炮弹击中，腿部重伤，最终没能保住，从膝盖以下截肢。但就算如此，鲁德尔还是在1个月后重新踏上了装有特定踏板的飞机，在战争结束前又击毁了26辆坦克。1945年5月8日，德国投降，鲁德尔甚至提出驾驶飞机降落在柏林街头救走希特勒，却被后者拒绝。此前斯大林就曾悬赏10万卢布要鲁德尔的脑袋，因此他深知自己不能落入苏联人手中。最终，鲁德尔驾机前往被美军占领的机场，向美军投降。1946年4月，鲁德尔从战俘营获释。他先是当了一段时间的卡车司机，之后又成为了一名运输承包商。尽管失去了一条腿，但鲁德尔的精力却丝毫不减，他仍然是一个体育运动的狂热爱好者，积极从事网球、滑雪和登山等运动，甚至在带着假肢的情况下登顶了美洲海拔6960米的最高峰阿空加瓜山。最终在1982年，鲁德尔因为中风在罗森海姆逝世，享年66岁。巧合的是，在鲁德尔葬礼当天，2架联邦国防军的幽灵战斗机在葬礼低空飞过。尽管国防部长表示飞机只是在进行日常训练，但也不排除有向这位王牌飞行员致敬的成分。整个2战期间，鲁德尔共计出击2530次，主要驾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，其中还有430次驾驶了 FW190 战斗机，而他的战绩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陆地方面，他共计摧毁519辆坦克，足以组建5个完整的苏军装甲旅。他还摧毁了150个炮兵阵地和近1000辆各种车辆，人员伤亡更是不计其数。海军方面，他重创战列舰马拉号、1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，还击毁了70艘登陆艇。除此之外，他也有过9次的空战胜利，击落了7架战斗机、2架攻击机，总计各种作战目标超过2000个，被认为是苏联人民的头号公敌。与埃里希·哈特曼、汉斯·马尔塞尤等空战王牌相比，汉斯·鲁德尔绝对算不上飞行方面的天才。在他真正掌握斯图卡轰炸机之前，他在飞行方面的表现甚至可以称为愚钝。但鲁德尔绝对称得上是努力方面的天才。在飞行学校受挫的日子里，他极度不甘，甚至花钱自费进行飞行训练。而在他进入前线后，他更是堪称劳模。他似乎对于出击有着近乎痴狂的态度。他热爱飞行与破坏，讨厌休假和停飞，甚至在截肢后仍然飞行。
从他服役的数据中就可见一斑。他在战斗中一共飞行了60万公里，用掉了500万升汽油，发射超过100万发子弹与炮弹。凭借着他个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战绩，他将理所当然地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而他就是苏德战场上的坦克杀手，翱翔在东线战场上的雄鹰汉斯·鲁德尔。